美国国会此前禁止了政府机构和美军采购来自中国的产品，那么现如今美军真的已经完全不再使用中国货了吗？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美军禁用中国制造产品，这是在很久之前就被美媒广泛炒作的一个话题。早先曾有多家美媒相继爆出消息，称如今的美军正在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中国制造的防弹衣、中国制造的摄像头等等。倘若中美之间有冲突爆发，那么这些在美军中使用的中国制造产品将会被切断供应，这对战时的美军将是极大的不利，必须要加以避免。于是乎，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以国家安全考量为由，禁止联邦政府机构以及美国武装力量采购使用来自中国企业的产品。这事儿距今已经过去了3年，那么现如今的美军是否真的一件中国货都不用了呢？实则未必。有美媒的调查结果就显示，如今的美军依旧在使用换壳的中国制造产品。美国国会的制裁法案被阳奉阴违，甚至连很多关键设备的处理器都是中国华为公司制造。据美国调查新闻网站拦截者报道，如今依旧有大量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美军诸多部门在使用中国制造的设备，而为了逃避检查，这些中国制造的设备被以各种千奇百怪的方式进行隐藏，有的是在中国制造的设备外套了个印着美国制造的壳子以假乱真，还有的则是在关键部件，比如 CPU 处理器上使用中国制造产品。诸如此类的现象层出不穷，多发生在像是摄像头、监控系统，还有某些电子元器件领域。拦截者网站的记者获取到了一台美军使用的监控设备，在将之拆解之后，发现设备内的芯片上赫然印着华为海思的生产方标签。这一情况显然违背了美国国会之前发布的禁令。在相关情况被曝光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及美军的后勤采购供应部门给出的回应却是含混不清，有浑水摸鱼。部分相关人员称完全不知晓此事，还有些则是称相关情况正在调查。更有甚者，在接到美媒记者的问询电话后，直接表示这是国防承包商的问题，别找我们，去找国防承包商问问，随即便挂断了电话。更加奇葩的是，就在美媒调查的过程中，居然还有联邦监控摄像机供应商联系上了美媒，询问他们能不能提供一些中国海康威视的监控设备，而用途则是要安装在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着实是惊掉了美媒的下巴。无独有偶，类似的情况还不仅仅只发生在摄像头一类的监控系统领域，在美国联邦政府部门，甚至是美国陆军、美国海军特种部队使用的无人机中，中国制造的身影也并不罕见。物美价廉的大疆无人机曾一度是美国联邦政府部门以及美军部分部队的首选，但是伴随着相关制裁禁令的生效，这些用惯了中国货的美国政府部门和美军不得不寻找新的替代品来取代大疆无人机。全球范围内的小型无人机品牌有很多，但是能在性价比上做得比中国大疆还好的却几乎是没几个。前不久，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公开了新招标的无人机方案。令人惊讶的是，这款用以取代大疆无人机原本作用的新无人机，其造价居然达到了大疆无人机的10倍，但是在功能上却和大疆无人机相差无几，甚至还有所不如。在实际试用过程中，美国联邦政府多部门和美军士兵们也普遍反映，花了大价钱买来的新式小型无人机并不如中国货好用，用惯了大疆无人机，胃口已经被养刁了的这些美国政府部门和美军士兵，很难再适应性能差劲的劣质产品。尽管美国政府和美军内部都存在恢复采购大疆无人机的呼声，但是在头顶禁令这座大山的重压之下，不论是美国政府部门还是美军，现如今依旧是在捏着鼻子采购价格更贵、性能更烂的其他品牌无人机，时常能见到各种愤怒的吐槽和怨声载道。在现如今全球一体化趋势以及中国制造业大国身份的加持下，美军想要完全避免使用中国制造是很难做到的。
美军号称全球第一武装力量，对于各类大小设备的依赖性很强，需求种类范围又十分之广。但美国自身却在这些年的发展中将制造业差不多抹除干净，衰败的美国制造业早已是公认的事实。就连上一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提出了振兴美国制造业，让制造业回国的口号。美军需求量如此之大，美国自己又没有相关制造产业，只能外包。美国高层偏偏还想着要拒绝使用任何中国制造产品，这其中的难度可以说是比登天还高，简直和柳树上要枣吃差不多。这种做法到底现不现实，想必大伙心里已经有了答案。